快乐正上头。本节目由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本节目由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就算是个路人甲，仙女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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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努力奋斗，闪亮登场。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一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想咋地就咋地，去哪儿都能叫滴滴。感谢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的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5、周6、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喜笑一下。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欢迎大家。我们这个赛段叫做不服单挑赛，6个小队2PK，1v1，分数高的直接晋级。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他那脚都敢吃。哇！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晨光握在我手里。恭喜翟佳宁，咋生啊？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而我雷打不动。恭喜徐指导成功晋级。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那你的表演在我心里刻了一个好，在我心里刻了一个好。我就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不给老人让座，我会死他们。你学点好吧。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我的胸罩下班了。掌声恭喜小海成功晋级。不服单挑赛的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回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服单挑赛的下半场，欢迎各位。开始之前，几句重要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快乐吗？快乐你就 vivo Live， 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飞鹤滋养小脑瓜，脑力体力两手抓。感谢全球销量第一、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比赛对决还要继续，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王一锦、王主任。请2位移步对战区，2位都是今年的新朋友，第1赛段也都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人看起来是温温柔柔的，但他的段子永远都暗藏许多锋芒。我们掌声有请王一锦。加油！Hello， 大家好，我叫黄一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的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啊？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
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燕金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她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燕金，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我现在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谢谢黄宇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感谢黄一锦的表演。其实也是，就有点像小海一样，选择了一个应该是在这个舞台上，包括可能脱口秀中都比较少去触碰的一个话题的方向。就是觉着可能这个话题，应该被更多人听到。就是它哪怕效果上没那么好，它绝对是我现在最想跟这个社会说的话。哦，我特别有感觉。
然后我以前住酒店，我都没想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也不卸妆了。但我觉得非常可爱，因为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害怕你切入到这个议题，但越听就觉得很痛快。我觉得这是你的 style。就是你创造了一个属于你很独特的氛围，我倒觉得挺性感的，就是低低的声，讲一些其实还蛮令人应该要生气的事情，可是你还是用非常云淡风轻的方式去描述，就觉得很棒，很棒。我觉得 bravo， 其实很好的。我感觉你在走一个就是比较阴阳怪气的赛道。对我这个人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你其实是把一个场景化的东西，然后把它拆解完你自己的内心的反应啊，你的描述啊的那个跳进跳出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既是亲身经历，它又是有一点夸张跟演绎的部分，但是你讲的其实还是社会现象嘛。对，因为为了喜剧性，有的话题其实你只能反着说，你只能阴阳怪气着说，才能让观众没有那么紧张吧，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是值得讲的啊。其实刚才您有一个点走得特好，就是您从那个受害者，比如说那我要拍你，我要偷拍你，奔那儿去，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方，而且也适合您这风格。然后想来想去，就想我前几年一直录那些个综艺节目、真人秀，也是给我圈在屋里，然后拿各种机器拍我。我在这儿都没这么紧张了，看这些摄像头。是，主要我是拿隐私换的钱。对，没办法，我们干这行就是对。这区别就是你自己收了还是别人收了。对。我觉得哈，你的这一段在节目当中播出以后，会比你想象的反响要好，因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200人的场，然后你所讲的这个故事，在200人当中，切身感受的人可能不会太多。明白。如果你真的放到2000万人的观众去看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话题的时候，在那上面的反响可能跟这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台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想到我是给更多的人在说一个我自己关注的话题。然后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胆怯，因为其实你说的是一个更多人会去关注的话题。技巧上有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就是如果化妆这件事儿在前面用了，后面就不用；如果要彻底后面用，前面就不刨那一下。我不知道啊，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回房间化妆这个点，在前后都用了以后，后面的那个就没有那么突然，感觉上啊，其他我觉得都特别好。我觉得播出以后你会获得一个惊喜的。谢谢你。一锦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也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我们暂时不公布你的票数，让对决继续。按不进去，他说。没关系，这希望摄像头也没那么好按。下一位要跟黄一锦 PK 对决的是今年咱们台上年龄最大的朋友，但他其实也是一位新人演员。我们掌声有请房主任。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2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你觉得脱口秀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就改变命运了，等于给了我第2次人生。杨天灯送我的拉布，你咋知道这个的？和信息中心总在吗？我要这点信息都没有。上台比赛必备的几样东西：奶茶，男的会让人幸福。哎，稿子改的怎么样了呢？表妹搞得想死，好了。赶快的上开放麦，上开放麦，上开放麦，一天最好能给我上10个开放麦。这么拼，我是开放麦小达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
我的感受就是，我还是给我自己比。我讲好了，我谁都不怕；我讲不好，谁都能打得过我。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1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
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得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女王陛下。还是天真姐先说吧，肯定很有感触。对，就是房主任第1赛段的表演，我觉得的浓度的烈度的好笑程度，都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可以排进前几名的一个表演。然后其实我本来第1赛段是有点担心房主任，因为你讲你的人生故事，我怕就是是不是第1集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然后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持续创作者，又经历了很多很丰富的人生，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表演给到我们看见。非常谢谢你。房主任的女儿是不是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呀？他们？就别提他俩，就因为他俩，我觉得我现在血压都快干到300了，太紧张了。他们不来我老轻松了，他们一来我太紧张了。2楼是我们很多演员的亲朋好友们，也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支持他们。我是我妈的大女儿。您不会就是2女儿吧？这个就
就是吃那个兽医的药生的二女儿。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在舞台上吗？看过我妈一个开放麦，第一次在这个爱奇艺，然后这么大的舞台看我妈，哎，有点紧张了。我也太紧张了，就因为他俩来，心咕咚咕咚的跳。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哎，说实话，我这样说有点卖惨。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闺女不说，马上我们以后都是好日子，妈妈马上就能给你们一个家。就虽然说我妈没有生儿子吧，但是我觉得生闺女不比儿子差，说真的。对。我希望我妈妈就是能一直保持这个算是独树一帜的风格吧。我希望她能就加油，我们就是不管顺庸如何，就开心就好。希望大家听了也开心。我相信就是家人在现场一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很紧张，但是演得很好，我想这一点观众都把热情给到了。马老师应该也是第一次现场看房主任的表演哈。对，您是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然后到他这儿他就直接 Q 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其实我知道啊，在后台嘛，我在后台，我在上台之前，我其实还信心满满的啊。结果阎鹤祥路过的时候，阎鹤祥老师一脚把我脚给我踩中了。我确实康呀，这是。就那一刻啊，我在0.01秒之间做了段数学题，我在飞快的计算，我说倒下呢，我还是身残志坚的上台来比赛，就是我就想倒下，我觉得我以后养老有保障了。阎鹤祥老师在后台被扣到了，说是王建国他爸爸，然后对面有个老登。明明比我岁数还大，他说刘洋带他妈妈来了。西西，说我呢？西西，这也是我妈。我心里想啊，你明明你才是刘洋他爸。马老师，我同意。因为刘洋嘛，在那个喜人奇妙夜嘛，那太子。我还太子，我那么惨。你看，这个秘密都保存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您给说出来了，哎，但是我还是很为刘洋骄傲的啊。谢谢爸爸。我也为你骄傲。谢谢妈妈。好感人的一幕啊！这是什么爱奇艺保卫战？这是。宫斗，又女王又太子。王主任，说实话，在您在台上出现之前，杨天真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王，但是今天女王易主了啊！这个没有。您那个作品里有2个地方，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慨，一个是哥哥会塌房，一个是我打辅助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需要打破那个年龄壁的。他不光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心态。咱俩都是大约有能力。你自己啊，我不了，我比你小多了，我自己是有能力打破那个年龄壁的人，好吧？所以我很为我骄傲，好吧？好的，谢谢。太好了，谢谢房主任带给马东老师的力量。那我帮你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帮房主任去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哥哥会塌房。哇，房主任，你是女王陛下，你就是我的公主。哇，你刚刚一边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您的这个表演就是把我们从绝望中又看到希望。你说成见是座大山，然后你要翻越那座大山的时候，兔子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就是明明眼泪都在边上，突然之间又被您笑了。就像我看到你闺女的时候，我知道她们一定很为妈妈感到骄傲的。然后我看到你在台上也流眼泪了，
就是有点太激动了，就是我一直激动的在哆嗦，心也跳得特别快。我一度以为我完不成这个表演，结果就是能坚持下来，有点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现场的观众。闺女们知道你这么棒吗？他们一直知道。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可能，也谢谢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最棒的女王陛下。谢谢。说那个打破成见的那个梗的时候，得感动台下多少兽医啊！您有这是在场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经验和阅历，就说这些话只有您说才对。还有一点，您先别怼我，我那意思。我怼男的也分年龄，还分长得好看不好看。趁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没有，就是咱们站在这台上拿着这麦克风，咱们都不是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老好人他说不了脱口秀，因为他没有观点，没有看法。然后您呢又利用自己的经验，对其实我刚才我看您演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有一个词儿狡黠，对，但是您的狡黠非常的可爱，我希望您能一直狡黠下去，然后也向替杨翔向您的脚道歉，对。德云社等会起单跟德云社打官司啊，要点要费。您说以后有个家都是讹人讹来的是吧？要不我躺下？别，我站起来。真的被阎鹤祥踩一下还是挺惨烈的。是的。对他挺重男的，我轻女。我真道歉了，当时。我知道您为什么只准备一篇稿件了，您写的太快了。是。把这些剪吧，传吧，第3轮又有了，这是。我还仔细问过他，就这些个这种特别网络用语的词儿，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真知道，他真知道。非常精彩，我看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我们也看一下这场 PK 的结果，请黄一锦一起回到舞台中央。都是满票，结果会如何？全部交给现场的200位朋友了。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房主任189票，直接晋级，请您前往晋级区。同时，黄一锦139票的成绩，根据规则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了。离开主舞台之前，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我想谢谢几个编剧，我觉着编剧对大家的稿子都是有帮助的，然后也很辛苦。谢谢我们幕后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黄一锦暂时前往待定区，加油！不许动。我不动。那嘴动算不算动？你抖什么机灵呢？那脑子动算不算动？你脑子倒是动得挺快啊，是你手里的飞鹤星飞帆卓瑞给你的力量吗？5大脑灵芝助力60倍大脑神经元链接速度。有了飞鹤首款定制大脑营养，宝宝动脑，我就心狂跳，就这么动次，响梗超快，谁不心动？哎，心动算不算动？你刚才何止是心动啊，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要没啥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啊。把东西放下。女王陛下，臣告退。这么好的奶粉，谁不心动呀？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决的2位演员是谁，请看大屏幕。请周大强、77移步对战区。77大家很熟悉了，上一季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演员。大强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上一轮他用这个2倍速的一种方式，横扫了很多不文明现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掌声有请朱大强。
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看什么？大家回头看，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们。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从小撞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越撞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你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又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没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一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也是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我说哟，好想的肚皮，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
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谢谢大家，我是大强。谢谢朱大强的表演，喜欢他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再次谢谢大强的表演。刚开始马老师就很激动哈，说到最喜欢老头的时候，后悔自己当时的激动吗？我觉得挺流畅的，他确实是语速非常快。好，我的发言到这儿吧。但我也想问一句，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你是真的语速，就是在每一次具体的表演里啊，是真的这次语速快，还是就有点赶或者有点紧张？因为我今天有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赶。有一点，因为我可能有时候稍微紧张以后，我那个语速就会变得越来越快，可能造成大家观感也不太好，就是，没有，谢，没关系，就是。也不用总反省自己。我觉得朱大强简直是就是独闯了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赛道，就是文明监察员，像文明。每一集都在劝说大家要讲社会文明，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推动。用一种看似特别没有礼貌的表达方法。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喜欢你的，你就很像一个弹幕，然后看到一个什么，然后跑过去跟他那个讲一讲，就是很有节奏感，又很有活力，就是小钢炮，不，就这个，就是我其实倒没有觉得你有特别赶，我反而觉得这好像就是你的风格，因为你感觉就是这种急促派，有一点点，对，强输出，然后急促派，然后又就没有顿点，所以我觉得他到极致的风格也蛮好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很有活力，很有感召力。好，下次不改了这个语速。哎，那你爷爷会听吗？他耳朵不好，所以那我就放心了。还好有字幕，对，可以看。好，我也特理解这种说话一旦快起来之后，自己就刹不住闸那种。对，那吐字很清晰，很清楚，很好。把相声演员夸口条真好 ，nice， 谢谢。谢谢。好。我很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女孩，然后她的语速虽然快，但是我们都有听懂。那我觉得这一段最适合总结的，应该还是马东老师吧？对，是不是马东老师？是，我。您是老前锋，帅。您不老，您只是资深而已。不是，我这跟我没关系，我没有觉得这个老这件事有这么重要。但确实是我一直在整个这个作品里面，我一直在失焦，就是我觉得他针对于不文明行为和习惯那一部分，我全都听懂了，而且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失焦的那一部分是有的时候他针对了你爷爷单纯是因为年纪老的那一部分。我老在这两个里面晃来晃去。如果你能更聚焦在，比如说我就是对于不文明行为，我有一个我的看法，那我就会更清晰。聚在我爷爷那两个点上啊，没有。可能马老师的意思，我猜啊，比如说耳背不是他主动的，对啊，就是他也不想耳背，可能确实那是。就是你想说的那个东西，我们都能够 get 到。你可以往回稍微的多一些体谅。也许会更准确啊！会的，我生活中非常尊老爱老。是吧？
是的，是的。谢谢大强，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用他的自信大方，感染了很多人，我们掌声有请七七。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七七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
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二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两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您。谢谢七七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七七，还是熟悉的风格啊！上一赛段演完，大林这评价说七七现在放松、松弛、自信，这样子就好像舞台是他家的客厅一样。今天的表演感觉如何？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个包袱就是，对，就是，
对对对，而且后边你还反复在提到这个看见神明这事儿，就是这大哥什么的。我，因为我比较葛啊，我就喜欢看这个。我以为你会喜欢汽车。是这样的，我有时候总我这节目录2季了，我有时候总爱找补。就是其实我那会儿挺想给你拍灯的，但是我错过了。我感觉，那我也在表演，我得再找一个合适的点儿，然后我在汽车那儿。但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这是七七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好像也是比较少听到哈。咱们几位有谁是做过文艺青年的吗？那大文艺青年。我，我是商业青年。商业青年。天天你看七七，你不觉得眼熟吗？他穿的都是我牌子的衣服。是不？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在我眼中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十几年前，对我碰到你的时候，对我小时候也是这种活蹦乱跳的。我其实想问一下，你那个光头哥对你来说是一个意象，一个你没有去完成的文艺青年走向真实世界的意象，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啊？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叫框框洲月月鸟。哎呀妈呀！他当时打电话给我们青旅定名字的，就是留的那个名字，就是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能感受到，就是光头哥好像是你小时候可能对于某一种自由派的一种向往，然后只是你好像没有办法走上那个自由派，等他好像也回归现实世界的时候，你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我是想问一下，你那个落福啊，就最后的点为什么要收在他身上？我本来以为你会收在你自己身上的。因为这个就当时我们俩聊天那个场面，在我心里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天晚上聊着聊着，他说他订了酒店，我当时真的很惊讶，我以为我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各自住在青旅里面，就是各自睡那个上下铺。那个场景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激荡。佩岑姐呢？就是看到七七以后，我就觉得说，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要有很自然的那种观众缘，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你就会觉得他很想亲近他，然后很想听他讲话，很喜欢他。我觉得七七是有这种富有这个能力的。对，七七个人魅力太强了，很有个人的吸引力，还有个人的特色。可以亲亲我的你。爱你哦，爱你。七七在我们这儿每年有一个骚扰嘉宾的指标。去年的受害者是大林。郭麒麟约会了。我觉得七七有一个能力啊，特别强，他自己是一场对口相声。你知道吗？就是他是2个人。你像这个捧哏和逗哏啊，你需要那个捧哏给你把这个包翻出来，需要阎鹤祥，你知道吗？他一个人在逗哏和捧哏之间，他蹦来蹦去的。他说着说着，他这边还在描述着，那边帮这边给自己翻一下，然后就回来，不耽误他自己描述啊。就请你去吃饭的人，其实应该占2座，你知道吗？一唱一和能把整个气氛搞足，他一人够了。你看他整个的作品，他一直能够给自己翻来覆去的，他有2个角色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巨大的天赋。越说越像人格分裂。不是天真姐那光头哥是不是你臆想出来的？完了到这儿又他自己又跟自己。这性格太可爱了。我印象当中，天真也是这种，就是这么不当评委之前也是这么灿烂的那种啊。天真姐一直很灿烂。是灿烂。马老师不要乱说。不乱说。马老师今天受太多委屈了。我爱老头啊。不要这样说马老师好吗？好的。就是这种能量。七七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结果如何？我们先请大强也回到舞台中央，交给现场观众朋友了。这场对决，朱大强、七七，快乐你就 vivo live。下面进入结果揭晓时刻。恭喜七七182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这啥嘛？这很好呀，这是。感谢 vivo S30的记录。
光看 live 图都已经感受到了快乐。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180，我第一次上180，我也第一次上190。大强142票，但去往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没关系，然后就是感谢这个节目所有的那种幕后工作人员，大家可能看不到，他们都很辛苦，然后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真的也很棒，你们是最好的观众。然后因为打最后一个广告位，就是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我们线下脱口秀的演出。然后我在昆明有一个自己的俱乐部，叫做不止喜剧，然后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剧场的演出，我们每周都有演出。好，谢谢大家 ，OK， 谢谢。那个徒步进藏之前，从云南路过去看一场朱大强的喜剧，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拜拜。哎呀，文艺青年，这要去哪儿啊？你忘了吗？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哦，那你打车是？打开滴滴出行 APP， 在地址栏搜想咋地就咋地，每周都能抽大奖，还能陪我去往每一种生活。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还能这么低，好潇洒呀！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忘记身边重要的人，就比如说你应该带上。哦，对，还有我爸妈，他俩忘了。哎妈，我带你们出去玩儿。哎呀，你们俩现在就打车去机场，用滴滴的助劳打车功能，字儿大声响，一键叫车。哎，一会儿见。哇，那是不是还应该带上？对，当然要带上我最亲爱的宝贝啦。滴滴宠物出行对毛孩子超级友好，世界很大，他也该去看看。哎，车到了，我来，出发！再见了，朋友。琪琪呀，我是说带上我呀，带上我，带上我你会更幸福的，琪琪。不然我怎么活呀？最后一组，请2位移步对战区。2位都是去年的决赛选手，去年金牌战也交手过。一位是我们去年喜单的文本双子星之一，清清白白的哲学毕业生于翔宇；一位是我们刚刚发现是马老师和房主任的亲人。表演能力非常出众的刘洋教主，我想2位的对决不用我多渲染多描述，观众一定非常期待。